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的财运在哪里？我们会从目前你的财富卡点开始分析，到具体的行动路径，最后给大家抽一张行动心法，来看看你们会从哪一方面得到财富上的成功。那么下面是我们今天的3张指示牌，请凭你的第一直觉选出你的分组，同时默念我们的问题：我未来一段时间的财运在哪里？如果你选好了，我们就开始本次的解读吧。Hello，这里是选择第一组的，你们抽到的这张牌是狗狗。那在雷诺曼里面，狗狗通常象征一种被支持或者是依赖他人的生活状态。你们是很渴望这种纯粹的，情感链接这种关系。那它可能会体现在你跟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伴侣，或者是同事之间那种忠诚的陪伴。它很强调的是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和合作。那这张牌可能也暗示你们在现阶段处于一个比较需要其他人帮助的这种情形，然后你可能很需要你身边一些亲密的朋友伙伴给你提供一些，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支持。可能你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孤独，或者说多少有一点无助的这种状态，你会希望你的朋友啊、家人能够主动的来提供帮助。因为，其实你们会是那种有点粘人的性格，然后我觉得大多数的你们也会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即使你很希望你的朋友来陪陪你，可是你也会想会不会我这样的要求给对方造成一些困扰，所以你会更期待对方能够主动来约你出去吃吃饭、聊聊天，然后能够倾诉一下你。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那种比较 I 的 E 人，其实你们非常享受这种社交生活，但是又不太好直接开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你目前的一个财富状态，或者说是卡点。目前我们在财运方面遇到了哪些困难呢？首先出3张，圣杯八、圣杯国王，你们好多圣杯啊，然后还有一个权杖五，我觉得你们就一个被光想不错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权杖五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静止的一个状态。那现在抽出来，我觉得你们选择这一组的人很多，目前其实并没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搞钱的欲望。而且这一组就是你们抽到这3张牌跟你选的指示牌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关联，就是你们目前的一个整体的生活状态处于你们的情绪其实不是很高，可能有一些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经历了一些情感上的波动，有一些人会分手，有一些人会进行一些断舍离啊，跟一些不好的关系说再见。那虽然我觉得，整体来说这3张牌啊，它整体来讲是积极的，可是它依然会对你的内心有一个比较大的触动，你依然会处于一个情绪的低谷。然后首先你就没有精神，去做一些比较积极的事情，你没有很强的欲望，想要去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另外一点呢，我看到，权杖五这张牌，其实你们的自己的生活，日常生活也是处于一个有一点点混乱的状态。那这个等一下我们逐个的时候再来分析。然后我们回到财运上来讲，我们先看第一张牌圣杯八。刚刚说了，你正在经历一个情感上的断舍离，那其实它也会影响到你的财富的这一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你正在结束一段消耗你的合作关系，然后离开一个不再有发展的项目，或者说你可能会主动的去降低一些物质上的欲望，来去追求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有些人可能正在攒钱，然后去完成一些你其他的计划。那这张牌暗示你在过去的某一些收入来源或者是理财的方式，其实已经不能满足你的内心需求了。就像这个牌中
所留下的这个鱼啊，你沉浸在水中，然后看似安稳，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食之无味的状态。那其实现在你需要勇气去探索新的机会。虽然，我觉得这一组多多少少都有点看不清未来，但是，你们应该去主动一点，去探索一下新的机会，工作机会也好，然后情感上的机会也好，这是为未来去做准备的一个重要一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圣杯国王。圣杯国王是我们今天目前抽到这3张牌中非常重要的一张牌。那画面里的这个国王，他握着一个水杯，然后他非常沉稳地坐在这个汹涌的大海之中。应对到现状，他是在说，其实你是拥有控制自己情绪和财运的能力的。那你需要的是更加沉稳的决策。虽然我知道对于你们来说，控制情绪、控制自己是非常让你们觉得难受的一件事情。其实你们很追求那种随遇而安，然后顺其自然的，你们希望这个感情应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些事情来控制它，我需要去做一些安排，然后让这个感情变得更平稳。你们其实是不追求这些东西的，可是你们是有能力做到的。当你觉得有一些感情上的波动，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把控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们是可以做到的。那就像刚刚说的，圣杯八所对应的，你需要去跨出你的舒适圈，去更加积极的做出一些应对。那圣杯国王的财运的提示是，你应该要学会用感情、用智慧赚钱。那可能接下来我们抽到的牌中有可能会有类似的答案出现。其实你们是非常善于去掌握感情的，你们有很强的这种人际交往的能力在。那这可能是你们可以破局的一个方面。比如说运用一些人脉资源，然后来整合，运用一些同理心来去捕捉市场的需求。你们是一个共情能力非常强的人，其实可以往这一方面来进行一些发展，或者说你们也可以把一些比较艺术方面的灵感，然后转化成商业价值。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人来靠卖一些周边自己做的手工来做一些副业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对于你们的性格来说。然后呢，同时呢，其实圣杯国王也是提醒你们要保持克制，要保持冷静，就是不要头脑一热，然后就一下扎进去，你投入了很多，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去了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然后圣杯国王其实告诉你们要先把一切都想好了，你要有把控所有的这样一个能力。好，那最后一个是权杖五。权杖五就是像刚刚说的，你们可能目前面临一些比较激烈的竞争啊，在生活方面，在工作方面有一些意见的分歧，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内心的矛盾。比如说你心里想做一件事情，可是理智又告诉你说这个不是很适合目前的现状，然后就会这样来回拉扯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圣杯五它因为刚刚也说它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牌，这3张牌其实都还算是积极的，因为你们是处于一个逐渐走出现状的一个状态。那圣杯五是提醒大家不要让表面的这种输赢困住你，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退一步，然后来去获得自己的目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看到别人说我在做了某一件事情，然后他赚了很多钱，然后你也想要去投入进去，就是刚刚说你不要头脑一热去进入到某一个你不太熟悉的领域，它可能会让你进入到一个更加糟糕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有就是不要攀比，然后不要为了一些面子上的事情而过度消费，这个是化解你们内心矛盾的一个关键之处。那整体来说，如果你们正在考虑进行一些转型，或者是
投资，然后或者有一些人可能正在处理一些财务上的纷争。这段时间给到大家的一个关键词是清醒和勇气。你一定要看清楚，你一定要完整的了解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你要有勇气能够踏出目前的一个舒适圈，勇敢的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人生的下一个阶段。OK，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你们的财富的一个路径，如何能够将你们的某些特长或者是特质，或者说如果你想搞一些副业的话，怎样才能够是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方向。权杖六，圣杯三，真的是要靠一些人际关系，然后还有权杖国王。我觉得很快啊，就是刚刚还说你们不太想要去踏出舒适圈，但是我们看到了权杖国王，我看到权杖六，可能你们其实已经做好准备，想要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你们这个搞钱的计划已经计划的七七八八了。这三张牌我们再去讨论赚钱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积极。然后它既有成功的机会，然后也有合作的潜力，然后还有一些长期发展的机会。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啊，权杖六这张牌，是一个凯旋而归的人，然后他旁边有一些一直拥护你的朋友也好，合作伙伴也好，就依然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指示牌狗狗牌。我觉得这一组的能量对应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们每一张每一组的解读都可以对应到你所抽到的这个指示牌中。那它对应的这个赚钱路径，其实是告诉你，目前你可能处于一个即将成功，或者是已经小有成就的一个阶段。比如说你的项目刚开始盈利，或者说你的一些创业的机会，一些工作刚刚开始有一些小的进展，然后你的技能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你的努力被更多的人看到，特别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啊，甚至是过年后，你的这种才能会非常明显的被别人感受到，然后就是你也会得到这样一个反馈，别人会开始某种程度上高看你一眼，能够认识到你的价值。然后这张牌它的关键词就是这种公开的胜利，它是说你的赚钱的路径可能是通过这种曝光或者是传播的力量，比如说你可以去做一些社交媒体，去经营你自己的自媒体账号，然后或者是说参加一些行业的活动来建立你的人脉，你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成果展示给更多的人来看。那短期来看，其实会有很好的消息传来，比如说签约签到一些新的单，或者说得到一些升职啊、奖金啊这方面的运势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圣杯三，圣杯三最突出的点就是团队合作。那你需要去我觉得你们可能已经找到了跟你志同道合的伙伴，如果还没有的话，那找到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将会是你成功的关键。你需要一个能够互补资源的一个团队。无论是创业、投资，还是你去搞一些副业，嗯，都要你们其实是非常依赖你的合作伙伴的。比如说跟朋友合作开店啊，比如说加入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社群群体，或者是通过一些跨界的合作，你也可以考虑，因为其实这个牌还有一种就是互补的可能性，你可能需要考虑找一些跟你不同专业的、跟你的长处不同的人来进行合作。那最后呢，我们又抽到了权杖国王。刚刚我们是圣杯国王，然后转化到权杖国王，就是把你们之前所欠缺的那些行动力完完整整的转化而来了。我觉得选择这组的人是，真的是可以干大事的。人们非常的有规划，无论是在感情方面还是行动方面，都很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然后你们是很有那种服众的感觉，大家很信任你啊。
当你已经开始组建了一个团队，或者说当你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可以稍微的强势一点，拿出一个管理者的姿态。因为你们是非常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你的专业水平是很强的，所以大家都会来信赖你，那你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你们团队的其他人去提供一个向导的这样一个角色。那这一组的赚钱的路径，关键词就是借力使力。无论是借助其他人的人脉，还是平台，还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你们这一组的突破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可能你们的钱不是马上就能赚得到的，但是你们正在布局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们目前走的这些道路都是正确的，那你还需要有一些耐心，让这个你的计划自然的去发酵，然后结果。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的一张制胜心法是什么。你们应该去遵循怎么样的一个原则，来去拓展你的事业。OK，宝剑四，宝剑五。那这张牌依然是一个代表着冲突和矛盾的意味。那可能你们在去处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平衡，然后你会有一些点这种非黑即白的感觉。当你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这可能会导致你在一些问题上因小失大，比如说为了一些短期的利益与其他人去发生了争执，然后但损害了一些长期的合作机会。那么依然是回到我们的两个国王身上，一个是宝剑国王，一个是权杖国王。你们要有足够的定力，要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面对、去看待你们所经营的这种事业也好，还是一些短期的计划。所以整体来说，这一组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近期的短期内的一个财运都很有希望。我只能说很有希望，因为很奇怪的是，你们从来都没有抽到一张星币牌，反而是这种感情上的，然后或者行动力方面的，所以你们应该是在布局一个比较长远的事情，那它需要时间。那我们就让时间来见证你们的成功。OK，以上就是第一组的解读。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请帮我点赞留言，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想了解其他的话题，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Hello，大家好，这里是第二组，你们选的指示牌是儿童。那儿童代表一种充满新起点，然后很单纯心态的生活状态。它可能表示你正在开启某一些新的项目，你正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者那可能很单纯的表示你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备孕、计划备孕，或者说已经有了小宝宝，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那这张牌其实它是鼓励我们以好奇心和一个开放的态度去面对新的挑战。其实你们目前所面临的，你们虽然说会面临一些挑战啊，但是对于你们来说都还是很充满期待的。可能会让你们觉得身体上有一些劳累，可是心情上你们永远是，对这件事情保持着好奇，然后你们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去了解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所以总体来说，你们还是很有激情的去面对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去面对生活和身份上的一些转变。那同时呢，这张牌其实也提醒我们要去放下一些幼稚的行为啊。可能我们在某些选择这组牌的人，在某些时刻，你们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去保持自己的童心，然后有的时候会过于简单的去面对某一些问题。那这张牌也提示我们，可能要考虑事情的时候更成熟一点，
然后在我们去做一些决策的时候，需要去纵观大局，然后你需要去了解更多的信息，不要急于去做某些结论。OK，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目前在财运方面的一个卡点，你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是财运方面的一个现状。宝剑八，宝剑六，怎么回事？还有星币 two，星币二，这组确实是面临一些比较严峻的生活压力吧。然后这三张牌的联动也很有趣啊，就是既有那种束缚挣扎，然后也有一些暗藏着卷积。因为我看到你们从宝剑七、宝剑八，然后到宝剑七，它是有一个退回的状态的。可能你们是前面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已经发现有一些不太好的苗头，然后及时悬崖勒马这样一个，所以总体来说还是蛮好的。然后这个是权杖二，刚刚我是不是说的星币二啊？权杖二就还是你们退回到一个比较早先的状态，可能你们经历了一些尝试，发现不是很适合你们，或者说你们发现了当中有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然后你们现在又开始重新去寻找一些机会。OK，那还是从第一张牌开始，宝剑八，那她是一个女人，然后被一些宝剑所包围，下面是一个泥泞的泥土。那直白的来说，你目前的状态更像是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限制。其实你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介于你过去的一些经历，你会认为现在有一点束手束脚的感觉。虽然没有任何人给你压力，但是你就是不敢去往前走一步，你就是身体和精神一直都是一个紧绷的状态，你会觉得目前来讲，让你去放松，让你去游玩、休整一下，反而是一种你会有比较强烈的这种内疚的感觉。那可能是你对于财务状况的一种过度的焦虑，但实际上我想跟你说的是，选择这组的人呢，其实你们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都还可以。他可能不是说很好，但是绝对是不差的哈，所以不要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压力。那短期来看，你们目前的收入情况，或者是可以链接的资源，确实是一个被卡住的状态。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收款的延迟，然后项目停滞，就是整体的工作的推进跟你的预期不太相符。但是真正阻碍你们的其实是心理层面的，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源，就像刚刚说，你们一切都 OK，一切都蛮好的，呃，但你们更多的是需要打破一个思维的枷锁，你可以去多多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看一下能不能在你目前的工作层面上进行一个破局。不要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一潭死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其实不是的。你要去尝试着去解开你的这个眼罩，然后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多去了解一下你所不知道的信息。OK，那第二张牌我们来到了宝剑七，宝剑七，它这张牌其实在暗示你正在计划一些非常规的赚钱的方式。有一些可能是比较灰色地带的兼职，然后有一些走捷径的投资啊，或者是说在财务方面上有一点点这种不诚实的感觉哈。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做反而会为以后埋下一个小小的隐患，就是你看得到这张牌，它才是一个真正被挟持的状态，跟八相比啊，七跟八相比，七才是一个真正的被挟持的状态。然后就是不要把你这种预设的这种压力转化成一个真实的压力。那目前可能有一部分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然后你会觉得
就是这个压力变得非常的真实了。那所以我们在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都建议你们要认真的去评估风险。我也看到有一些人身边是有这样的风险的，可能你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合作伙伴、你的同事，在给你提供一些这样的机会。嗯，当然我觉得你去做这种事情，因为别人都在做，它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认真的去评估一下你自己的风险。好，那最后我们来到了权杖二，一个人手持着权杖，然后站在城墙边，遥望着天空，遥望着他的领土，然后他是拿着一个水晶球，拿着一个地球仪。其实你已经看到了一些新的机会，新的投资的方向、工作的方向，然后一些副业的选择，然后目前是在一个纠结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你现有的资源就选择这一组的人，综合你前面的牌来看，现有的资源是足够支持你进行一些改变的。你要更加的大胆一些。这种大胆是说，在你充分的评估风险之后，你可以去，大胆的去迈出这一步。你要是理性的选择，而不是说头脑一热，然后我决定，哎，我就要投资这个，那就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这个大胆不是这样理解的。你需要的是理性的规划，而不是冲动的去做一些决定。你可以试着去列出这几个选项的利弊，然后你可以去设定一下，如果说这个失败了，会对你造成怎样的影响。就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你们目前的一个卡点就是在自己的心态上面，你们会对未来有一个恐惧或者是惯性思维，然后你们可能会想要去做有一些小聪明的行径，这个要当心。它可能会让你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进入到财富的下一个阶段，但是它同时带来着巨大的风险，这个是需要你们认真的去评估的。然后还有就是你们缺乏一个决心，缺乏去往下一步走的决心。其实是第一张牌和第三张牌，这个宝剑八和权杖二，它们是对应的。OK，那我觉得目前可以给到大家建议是，你们可能需要去放下一些短线的投资的机会，然后更加专注的去打磨一下自己的技术，一些专业技能，然后更加长远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尤其是结合我们的指示牌儿童这张牌，你们其实相当一部分人是目前面临着一个身份的转变，你们还是蛮需要快速进行一个财富的增值的，但是这种迫切的想法会让你们进入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对，OK，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财富做副业，或者说一些其他财富来源的方向和路径。权杖国王很不错，然后圣杯八，还有圣杯十。这三张牌也蛮有趣的，这组的能量其实非常强，特别是最后一张圣杯十，就是有非常非常丰盛的这种能量。然后对，首先恭喜大家，我觉得你们也差不多已经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你们其实内心是已经知道想要去做哪一个方面，想要去做哪一个行业，然后你们有很强的这种凝聚力，就是大家都很愿意去信赖你们，跟第一组其实还蛮相像的，因为第一组也是他需要身边人的支持，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你们更多的是。就是你们是有这种能力把大家汇聚起来的，然后第一组更多的是他需要其他人主动的去靠近他。OK，那首先第一个，权杖国王，权杖国王他是一个实干家，这张牌其实在告诉你，你赚钱的路径必须和你的核心技能或者说你的领导力来挂钩。比如说，当你去做一个副业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会成为某一个员工，或者说负责某一个事情，你需要
去把控大局，然后这个也是你比较擅长的。如果你的小团队是一个互相之间平等的话，可能你需要在当中承担更大的一个责任。那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有一技之长的话，比如说你会编程，然后你会一些绘画，一些其他的技能，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放大它，尽可能的让你的这个技能成为你所要去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嘛，就是你不能成为一个其他人的配角，你要再去做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是要围绕你来做的，这样你会更加容易成功一些。那如果选择这种的人，你还有一些迷茫的时候，你可以先检视一下自己有什么事情是你比别人做得更好的，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比如说同样的时间情况下，你会做的比别人更加的优秀，更加的精湛。对，然后你需要的是发掘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然后权杖国王其实他最讨厌的就是空想不行动，你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如果你真的不太确定自己能做什么的话，就是你可以先去试着想把你的想法去做一下，看一下这个结果。其实我觉得你们真的去做的话，会发现这个结果要比你预想的好很多，你要比你想象中的这个能力要强很多。好，那我们来到圣杯八。圣杯八其实你会觉得现在的这种安稳，就是你们不太是安于目前这种比较安稳的一个状态的，你会喜欢一些迎接新的挑战。其实这个也跟前面我们抽到的这个儿童这张牌是蛮相像的，你们很乐于去面对挑战，特别是一些让你觉得有新鲜感的东西。然后你们很敢于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那结合第一张这个权杖国王的这张牌，你们可以去试着进行一些跨界的合作，你可以去找一些跟你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然后你们去碰撞，有一些火花，可以去探索一下这方面的可能性。然后在这方面你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恐惧，然后你不太想要去踏出自己的舒适圈。但是再一次的权杖国王，他最讨厌的就是空想。我们这一组牌其实它主导的是权杖国王，然后另外一个总结的是圣杯十。那你为了达到圣杯十这种一个圆满的丰盛的一个结果，其实你一定要去大胆的去做，你一定要多一点的行动力去尝试。然后最后一张，圣杯十，就是一个团队圆满的牌。我觉得你们是，尽管前面我说要以你为主导，可是也是脱离不开这个团队合作的。如果你想要去开展一些副业，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赚钱的机会，哪怕是跳槽的话，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团队，你身边一定是有人来去帮助你、扶持你的。然后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你其实可以去打造一个这种社群经济，你的私域我觉得是很好的。你们可以就是你们对生活很有热情，可以尝试一些像那种，比如说鲜花呀，然后就回到儿童这个育儿方面啊，然后疗愈啊、教育啊这些能够滋养别人的行业。就是讲到具体的行业的话，这些方面，然后你去打造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私域，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的。打个比方说，如果你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个专业性技能比较强的工作的话，那你可以试着自己组建一个小的团队，然后就是自己接一些工作，做一个工作室，然后跟你的客户，你们是可以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的。那或者说，你也可以去转型做一些其他刚刚说的这种滋养型的，然后有
教育型的，然后可以去帮助别人身心的这些行业。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比较擅长的是哪一些方面啊，然后，形成一个你自己的私域。其实就是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善于笼络人心的，可能这样说不太好哈，但是你们是在人际关系上面是做的很不错的。然后可以就你们说的一些话，你们的一些行为是非常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然后能够让别人相信你们。那最后总结一下，我们选择第二组的，如果你们想要在财富方面得到一些突破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敢舍敢得，要甩掉你们过去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轻装上阵，把你们过去的一些包袱全部都抛掉。那第二点就是要做的专业，要首先要去做，然后再去做的专业，把你的就是所谓的杀手锏，你最厉害的地方要尽可能的去放大。然后第三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心流的，就是说你们可以去从事一些疗愈啊、滋养型的企业，你能够让别人通过你的工作而感到幸福，这个绝对是你们很擅长的一点，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往这方面去进行一个尝试。好，那最后我们来抽一张牌，看一下你们的一个制胜心法，给到大家的建议是什么？皇后，真的是要大胆一些，真的是要大胆一些，然后要让你身边的人以你为中心，然后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好。你要更有霸气一些，然后你要去抛掉一些过去比较，纠结，然后比较犹豫的一些习惯。其实你们是很有直觉的，你们的直觉很准，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不 OK，那它可能结果就真的不太好。有一些你觉得很好的事情，它就会发展的很好。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这个就是最后塔罗牌给到大家的一个忠告。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帮我点赞留言。如果你想要去了解其他的主题，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Hello，这里是第三组，你们选的指示牌是塔。那这张牌其实指向一种体制化，或者是有一点孤独、平庸的这种生活状态。你们可能有很多人可能也是处于体制内啊，或者是一个职场的层级，然后一些比较刻板的机构，一些你们需要去遵循某一些特定的规则，然后就是循规蹈矩，觉得每天都有一点无聊的这种感觉。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正在打算买房，或者是你们有一些长期的规划，希望自己能够稳定下来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张牌它可能也在暗示你们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然后去建立一个自己的边界感。其实你们的这种界限感还是挺强的，你们不喜欢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们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计划来。然后，但是你们可能也会由于这种在外人看来，你们可能会比较封闭自己，然后会有一种疏离感，就像这个塔一样，它是远远的在一个城市的中间，在一个森林里面，就没有办法让人很容易去靠近。那第三组跟前面两组就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第一组和第二组还蛮相像的，但是第三组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然后你们很享受这种秩序感，然后很喜欢这种稳定的，甚至是有一点点沉闷的这种感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目前的一个财富的卡点，现在的财运情况，然后面临哪一些阻碍，一个财富的现状。好，第一张星币二，然后宝剑十，还有权杖八。就跟这个指示牌还是你多少有一点贴切的。我觉得你们目前的一个现状就还，嗯，
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好吧，但是会让你们觉得非常的疲劳，你们觉得很累，然后你们在面临一些面临一些就是让你们觉得很纠结的问题，然后目前的手头可能也不是很宽裕的样子。那我们还是一张一张来看先。那我们首先来看星币二，它是一个，在原来的传统的韦特牌上，它是一个小丑，然后抛解两枚硬币，然后这张牌也是一样，就是两个青币是命悬一线的感觉，然后下面的这种波浪翻腾。这张牌其实，一点是证明你们目前的状态是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你的财务和生活的平衡有一点点要被打破的感觉。其实我反而觉得它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依照你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说，就是你们其实很难接受一点这种突发的状况，对你们来说都是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实际上可能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的严重，所以可以适当的去放轻松。那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现金流的波动，然后，你们可能面临一些投资啊，可能你会去付一个首付款，去还一些定期的贷款，也有可能你前面的一些应收款项，你的奖金啊，或者是其他的收入来源受到了一些延迟，然后就导致了你目前这种平衡被打破。那同时呢，也是表示你可能目前你在做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就是一个多线程的生活状态。就是其实可以建议大家稍微简化一下，如果你目前手头有很多的事情在做的话，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有哪些是我可以暂时先搁置的，然后那你就放你的精力在一两件事情上，而不要面面俱到。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很劳累的状态。其实，尤其是结合到后面的一个权杖十，能看得到你们的身体已经劳累到一个极限了，已经不能再接受更多的事情了。所以，真的要让自己去放松一下，然后给自己给自己减压吧。有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可以稍微搁置一下，或者说，有一些还不太成熟的想法就先放下吧，等你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再来去考虑。那权杖十，宝剑十，看得到你们还是面临一些比较大的打击，应该这样说吧。可能有一些人面临着失业，有这种失业的可能，然后或者有一些长期的压力一直在你们身上。我觉得你们对于财务的，就是这方面会更加看重一点。然后你们相当大一部分人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就是会下班之后还会去做一些兼职啊、身兼数职这种，搞得自己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其实真心建议大家要去学着放松，然后其实你们这种疲惫的状态已经有一点影响到身体健康了哈，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那最近你们可能也会感受到有一种需要转型的这种压力在，就是你会发现，可能之前你一直在做的一些事情，慢慢变得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或者说你的收入在逐渐的降低，然后逼迫着你去做一些其他的考量。你在想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啊，这也是宝剑十给大家的一个暗示，就是你要接受现实，停止内耗，就不要去纠结为什么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要再去想这些东西，让自己的压力进一步的增加，而是要去积极的去开拓一下新的市场，去看一下其他的这种方向或者是机会。好，那最后一个权杖八，权杖八是一个非常快速的牌，就是
你们没有让自己休息，刚刚还说你们要放松一下，可是我觉得没有，你们看到一个新的机会就还会去扑上去。那同时也可能你们会突然接到一些新的机会，如果你正在面临一些事业上的抉择选择的话，很快，可能在你看到这条视频的2、3周之内，你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机会，比如说项目的邀约、一些合作的提案啊，或者说，你可以很快的去适应一些环境的变化。那前面其实我觉得你们目前也是在面临一些转型，虽然你们很不喜欢这种变化，你们就是一直追求的就是安稳嘛，这个塔一样，它非常的坚固，非常牢固。但是现实情况是让你们觉得有一点混乱的，然后完全打破你们的一个计划。那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是有还不错的机会吧。因为目前这一组牌的朋友有一点点走下坡路的感觉，所以说这种转折、这种转机是好的，但是你们需要快、准、狠的去抓住。有一些机会不要去犹豫，不要去缅怀过去。当你看到了这个机会，有一些朋友的邀约的话，就要赶快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跟他一起去，可能后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那同时呢，也不要去做一些忙碌的决策，这个可能会导致一些后续的问题，这是需要提醒给大家的。那总体来说，我觉得目前来讲，你们的状态哈，第一个就是要及时止损，不要再进行内耗了。如果你发现一些苗头不对的话，可能需要去快速的做出一些改变，去跟过去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一些项目及时的说再见，然后去迈向下一个新的阶段。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目前手头在做很多事情的情况下，你需要把一个多线程的任务转化为单一的工作，去找好，去铆定一个你觉得最有希望的一点，或者你最擅长的一点，去作为你短时间内发展的一个核心。那最后一点就是权杖八告诉大家的，要借势，你要去看得到这个形势的发展，然后有一些机会就要赶快的去抓住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选择第三组你们的一个搞钱的方向，或者说接下来一段时间财运来自于哪里，赚钱的路径是什么？哎，宝剑七，然后星币皇后，还有权杖四，有一点险中求胜的感觉啊，就是你们是需要去冒一点险的，不要真的就是虽然再一次强调一下，你们很追求这种安稳的生活，但是，目前你们的机会其实都是需要去冒险的，但是哈，我看到后面2张牌，它其实是很稳定的。这个星币皇后和权杖四，他们是非常稳定的2张牌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前面的这个冒险的行为，我反而觉得它会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它不是一个很冒险的机会，它可能是一个很平常的一种行为，但是对于你们来说，有可能是你们过去的这种生活习惯，导致你们的行为会过于保守。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当你真的身边有一些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你其他的朋友，让他们来帮你判定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的高风险的一个行为。可能是我会觉得很大程度上，你们自己对事情的判断跟大众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牌就会觉得你们是一个比较，呃，就是你们会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全部做好了，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有一个非常妥帖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后你才去做，但是实际情况可能跟你们设想的有一些不同，然后看到这个权杖八，其实身边是有很多的机会的哈。
就是真的是要把握住，不要考虑的太多。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第一张牌这个宝剑七来开始给大家解读一下。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张宝剑七，在传统韦特的画面中，它是一个人抱着5把剑，然后留下2把来迷惑对手。对应到我们的一个搞钱的路径，其实他在说你需要用一些比较创新的思维，你需要打破陈规，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路径。比如说，你可能对于你们来说需要发现一些蓝海的，其实应该来说，你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比较空白的市场机会。那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去落实到行动当中。其实包括看到上面的一些牌，你们是行动力并不是很强的样子，甚至你们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有点这个想法出来了，然后你就去做一下，但是不会很深入的样子。那第一张牌提示到大家，就是你可以用你的信息差，然后用可能你目前的工作有些其他人不太容易接触到的信息来进行变现，有些你个人的洞察，然后有一些小众的技能来提供服务，然后你可能需要去试错，这个就是说前期需要比较冒险的地方，你要允许自己犯错，要允许自己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够完美，然后我们再逐步的去改善。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步做到位，这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不要想太多。有一些想法就可以大胆的去行动，先去做。OK，那但是呢，其实宝剑七也提示大家，这一部分它会有一些灰色地带的意思，你要注意去辨别，要自己认真的去评估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值得去做。你要不要去花很大的心力去做，就是不要越界，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啊，这个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章，星币皇后。星币皇后手握着金币，然后脚下是一个非常丰盈、富裕的这些产物围绕在她的身旁啊，她是一个很识物的一个财富的管理者。这个牌和最后一张牌其实都蛮符合你们的心态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路径第一步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突破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嘛，应该说，就是你得去接受一些不完美的事情，你得去做一些打破陈规的事情。好，那回到第二张牌星币皇后，这张牌提示到大家，其实你可以将你的兴趣变现，这个可能可以包含任何你所擅长的兴趣爱好，但这个其实就不是你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啊，特别它只带有像烘焙啊、园艺啊、手工啊这些比较，应该说刻板印象中偏女性的这样一些爱好，或者说换个方式啊，它是一些比较柔和的，然后它是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美的、一些精神上力量的爱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特长或者是喜好。其实呢，星币皇后，我觉得对你们来说，你们是格外的富有这种爱心和感染力的。当你们从事这一方面的职业的时候，会更加的得心应手。那除此之外，因为她是一个星币的皇后嘛，她也只带一些投资，嗯，你们可能会更偏向于一些稳健的投资啊。这个是，比如说你会去买一些，比较保守型的理财产品，这个会让你们的资产进行增值，但是它的幅度可能会比较小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是很符合你们目前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它不太符合你们一个长期的预想，所以更加贴切的在星币皇后给到大家的应该是一个，你可以去经营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实体的业务，比如说咖啡馆啊、小的私房的工作室啊、一个小小的花店啊之类的这种方面。那你可以去盘点一下你现有的资源，比如说你的人脉关系，然后你目前能够在这方面支出的
经济基础，然后你的一些技能，然后你的固定资产等等，就可以像一个员工，像一个园丁去培育一个财富的种子一样，然后专注于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专注于你自己专长的这一方面。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章权杖四。权杖四它对应到的，应该说它强调的是你需要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系统，然后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合作，而非自己去单干。那你可以试着去寻找一下周围有没有这种，你认为关系非常稳定的人，就是你非常信任他，然后可能你们两个的关系并不会因为你们在去经营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经济或者其他的问题产生一些冲突。你要先去评估一下这个人是否足够的稳定可靠，你们是否在面临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能够达成一致，而不要导致一个两败俱伤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它代表这是一个合作共赢。当然，你也可以去加入一个成熟的平台，或者是一个已经逐渐好的团队。那这样一个团队，他可能就跟你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们有足够稳定的一个发展的前景。那你可以依托于他的平台，去来完成你的一个理想和事业。那同时呢，其实这张牌也更加对应到前面这个星币皇后。你们可以去打造一个社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对于你们也非常适合你们，因为你们还蛮追求那种，呃，就是小范围的，然后人员就你们可能会，如果你去卖一样东西的话，你会比较追求复购率，然后你会很希望对方能够认可你的产品，然后对你的所售卖的东西产生一个忠诚度，所以社群这种营销方式应该也还是蛮适合你们的。那总体来说，这三张牌我们来综合来看的话，首先你需要用一个比较创新的思维，要跳出你之前的一个思维方式，找到一个切入点，然后去打磨一下你的核心价值，去思考一下你想要做什么，你擅长的是什么，然后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最后通过跟他人的合作来去放大你的收益，来去进一步稳定你的这项工作。好，比如说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你会发现，可能因为你们现在目前的压力也比较大，你可能会发现上班族他可能需要一些减压的方式，那这个就是来自于保健期的一个洞察，然后你会有这种来自星币皇后的对美、对于个人、对于内在的这种观察，然后你会想要去开发一个冥想的这样一个社群，然后那你最后通过权杖四找到一个合作去跟他去发展。那这只是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个建议，你们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寻找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那总体来说，大家在找这些属于自己的项目、自己的路径的时候，脑洞要大，你要避开那些比较热门的方向，然后你可以试着去冒一点小小的风险，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然后最后就是底盘要稳，就是你们一贯的作风，你会把它打磨得很好，这点我非常相信选择第三组的所有人。好，那最后来抽一张定心牌，这一张主旨牌来告诉大家，你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太阳，你需要阳光，你需要自信，你需要去跳出现在这个比较静止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想要去开始发展你的副业，你想要在财富方面有一些突破的话，你需要去多见一些人，你需要去多观察一些事情，你需要出去走一走，去看看这个世界，他们正在发生什么。因为感觉就是前面三张牌，感觉大家都还蛮沉浸在一个自己的世界中，有点无暇顾及其他周边的事物的感觉。所以太阳告诉大家，
你可以开朗一点，你可以活泼一点，然后不要闷在一个房子里面，多去跟大家交流，会给你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收获。OK，那么以上就是第三组的解读。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请帮我点赞留言。如果你想知道其他的话题，也请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